大家好，欢迎收看。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形象影片的制作。首先，我们看影片。那像这种类型的影片呢，我们统称为形象影片哦。它主要是要传达，可能是一个精神，可能是一个这个企业的理念，或者是一家公司的这个发展的历程，这都 OK 哦。但是它主要的目的是要传达一个情境跟它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内涵，这种我们统称为形象影片。那这种影片的做法呢，它主要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音乐。第二个是速度，第三个是卡点，第四个是画面跟画面的衔接点，然后第五个点叫共鸣点。只要把这几个点抓出来，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影片确实是给了一家公司，给了一家企业，或是给了一个店家很好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诉求哦。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统称为形象影片。这5点有哪些地方要注意？我们以这部影片来讲好了，它主要强调的是我们讲匠人的精神、匠心，匠心独特、匠人的精神这样的一个情境哦。所以你要能够塑造出这种情境呢，你就必须要去强化他在做这些动作的带给人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做一个包装。我一个一个讲，只要有这5个要素。你要做出一个形象影片是很简单的。那第一个是音乐，你要找到符合你这个主题或是你的主诉求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必须要选择跟这个主题跟情境相符的音乐，因为音乐会给人有不同的情境，也会带给人不同的情绪，主要是靠音乐的部分，它可以勾起很多人心里面的情绪，然后包含像画面的颜色啦、色调啦、光彩，其实这个都会相对应的这个音乐。好，那找音乐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影片我光找音乐找了好几个，而且找完之后，我不是就直接套进来，我是先拿来在 YouTube 跟 FB 去测试它的版权 O 不 OK。那因为这段影片是小林健扁2哥董事长，他要po文的，在社群上面po文的，所以你必须要先知道这些社群平台的这个音乐版权 O 不 OK。所以我是先拿这个音乐来试完之后，我觉得OK 可以，那我才用这个音乐来做制作的部分那这个是第一个要素，就是音乐，因为音乐可以勾起每一个人的情绪，那它也可以塑造不一样的一个情境，不同的音乐它就会塑造出不同的感觉。音乐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在做影片的时候，光挑音乐这件事情他就花很长的时间原因是因为音乐是整个影片的主轴跟灵魂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速度，当你调慢速度的时候，我里面的影片大部分是 0.3 到 0.5， 那有一些地方因为小林健扁的董事长2哥他的动作有点快，所以我就必须再调慢，所以我有一些小地方我是调到 0.1 那原则上多数是 0.3 到 0.5。
那这个是又牵涉到2个东西哈。当你调速度是调到比较慢的一个速度的情况之下，它又牵涉到光这件事情。你的速度调得越慢，那它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如果你是在室内哈，像日光灯的部分，它就会产生一个闪烁的一个状态。所以光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刚好那一天拍摄是在白天，那外面的日光外面的太阳光是非常的充足。那进来一点点之后，整个光是 OK 的，所以在放慢的情况之下，它没有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光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如果你要做这种慢动作的影片哦，打光的部分非常的重要，它必须要稳定不闪烁。好，然后卡点在影片跟影片衔接的中间，那因为我们又加了很多的转场啦，或是渐显渐隐啊，或是不透明度的调整啊，所以它会产生这个原本我影片接影片，它可能是单一条线落在某个点上面，它是很单纯的。可是因为你增加了转场，或是增加了这个不透明度的一个调整，所以那个秒数、声音的部分、节奏感，那个衔接，你有没有在那个音乐的节拍点上面，这件事情就要特别去留意所以卡点的部分也是一个要留意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是衔接点，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个 A 影片片段跟 B 影片片段的中间接点的部分，一般我们可能会使用包含像转场，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使用它直接用里面的这个动画渐显或是渐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表现。那甚至于有一些片段可能比较长，我们会使用这个不透明度，然后加上关键帧去调整它的位置。那这个衔接点你要如何衔接的是比较滑顺的，那这个也是需要去调整跟注意的一个细节。然后第5个也是比较困难的一点第5个是很多人比较忽略掉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是做广告的，我们对这件事情非常的 care， 就是你影片拍得很好，拍得很漂亮，可是呢，它对于大多数的人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要怎么让这部影片是能够勾起别人的欲望来去看这部影片，你就要加入所谓的娱乐性的元素。以刚才这部片来讲，因为这个当天有点仓促，因为我们本来是做直播，那做完直播之后，那个我跟二哥讲说，我们来拍一段影片，那用这个影片来去帮你做这个贺节的一个部分他就说 OK。所以它的内容在取景这个内容的安排上，就不是我们一般从什么企划啦、脚本啊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按照这个企划脚本去拍这个分镜，然后最后再来做剪辑，不是它是我们就利用当下的一个状态，因为二哥那时候还在做，那我们就把这些花絮跟片段都先拍下来，那后来回来之后，我再来按照这个内容去做一个编排然后把它塑造出一个跟中秋节是有相关的一个内容。最后的那个共鸣点跟衔接点，我的做法是，因为这个小林煎饼的饼是圆的嘛，那我们中秋节主要也都是月亮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蒙版直接套在上面，然后产生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那最后可能加上一个简单的字。因为时间比较赶，所以我没办法用原本文字的位置是我要做配音的，那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还没有抓到那个诀窍，因为配音这件事情，比方说我可能要配这种，假设我们讲匠心独具，这个是我们一般口语的表达是这样。可是当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你要让那个声音是在鼻腔或是在上颚，让它做一个回荡的动作，所以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听哦。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影片制作的几个要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直接拿这个里面的影片，我们来解说每一个片段我们是怎么去做操作的。打开剪映进入剪辑的画面，
那第一个是音乐的部分。那音乐我刚刚有讲啊，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挑到这首音乐比较接近我理想中想要的那个情境跟感觉的音乐，但是还不够好，因为它的气势不太够。好，就整体还是有一个气氛在那边。OK， 那我选出了这个音乐之后呢，我就按照这个音乐来摆放我所有的这个内容跟素材的部分。第一段我做了一个这个1.5秒的一个片头开场，一词入魂哦，这样的一个文字。这个文本朗读的部分，它没有办法念出我要的那种感觉。那事实上，它这种配音的部分呢，它应该是，比方说像这个一词入魂，好，这个是我们一般口语的念法。那如果你要让它产生那种感觉的话，你必须要让你的声音在你的上颚或是在你的鼻腔中间这里产生一个回荡跟共鸣，它就可以让这个旁白变得非常有感觉哈。一词入魂，这是口语的，一词入魂啊，这种感觉就会不一样。好，一词入魂。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直接用文字来表达这个感觉。那文字的部分呢，我在这边是有设定它的入场动画跟出场动画。那主要是因为配合影像的部分，因为我很多影像它是有做所谓的渐显跟渐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存在，所以我的文字的部分呢，也是配合整个影片的这种节奏跟感觉。所以我这边入场的部分我选择渐显，那出场的部分我选择渐影。入场大概2/3，渐影大概1/3，这样的一个方式，那1.5秒，所以前面就是1秒，后面就是0.5秒。好，那画面的部分，这个画面我是把它乘以0.3。好，那它在原始的画面里面呢，它的动作是在原始的影片里面有没有？这个是原始的速度哦。有没有看到？这是它原始的速度，动作超快的，所以我们会选择0.3到0.5。那有一些地方它的动作真的很快的情况之下，我可能就用到0.1或0.3。这每一段其实都抓在，这个是5.7秒嘛哈，然后这个2秒、2.7秒、3.4秒。好，其实主要我在抓是配合这个音乐的部分。有没有？我这个画面，我为什么要抓5.7秒？主要是因为它音乐到这里的时候，它慢慢的变强。好，音乐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它慢慢的上去，然后呈现一个持平的状态。有没有？这一段跟这一段，那它们都接在这个音乐的节点上面。好，那因为在这个转场画面跟画面的中间的衔接点呢，我有设定一个叠画转场。好，那它也会产生一个2个画面慢慢的这种叠起来融合的感觉，好像产生一个比较柔顺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是我们使用叠画转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我就没有加了哦，我直接让它做一个渐影的效果，然后后面直接就是亮的就直接进来，然后渐影，然后亮直接进来。因为目前在做渐影或渐显这个效果啊，它在同一个影片里面，它只能做一个动画，所以当你做入场动画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做出场动画。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为了要让这一段有这个渐显或渐影的效果，我会选择把它做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然后前面用渐显，后面用渐影。可是呢，这个有时候在输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哈，所以我就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点的这一张哦。我为了要让中间这个烙印这件事情它是被放大的，好，因为我原始的影片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把它再拉大一下，所以你看到它的红框是在这个外面的，因为我要把它放大主题。那因为我是用手机拍，所以我的画素没办法很高，所以我也不能放大太多。哦，到这里基本上都是重复这个烙印的动作，从前面从头这里开始，其实你还看不到人。你只看到说桌上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那当然，如果以这个分镜脚本来讲的话，我可能在最前面其实应该要安排，搞不好是一个小朋友看着这个台子，或是这个要买饼的人，他可能看着这个台子。好，但是
你那个镜头因为是扫那个人，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看什么，但是它会勾起你的好奇心。好，所以如果以分镜脚本这件事情去做安排的话，那我们在前面理论上应该还要再加一个画面，可以让整个影片更精彩。可能很多人在围观一个东西，可是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好，那如果前面有加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影片的效果会更好。好，6次到这里，你才看到主题是什么哦，小林煎饼，这时候主题才出来。那主题出来之后，为什么我会用那么多次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音乐啦。好，我要搭配这个音乐这个节奏的感觉。好，那等主题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就打出重要的字，告诉你70年真功夫。好，然后这个是一个侧拍的动作，因为我们要把人引出来嘛，主题我们就要把它引出来的嘛。哦，但是还是慢慢的、缓缓的，我并没有从正面、大正面这样去照，而是缓缓的先从侧面，然后侧边。看着他的动作啊，最后正面的主题才出来。好，主题出来之后，烙印完，他把饼夹起来放旁边，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把饼夹起来放旁边，然后把饼放在台子上面。好，最后这3个饼静静的躺在这里冷却，然后这个饼刚好跟月亮是一样的，都是圆形，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这个蒙版融合的一个效果，那这东西怎么做呢？来，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先做一个复制的动作。好，我会用复制的一个动作，把它拉到画中画。一个复制的动作，把它拉到画中画，然后拉到我想要去比对的这个影片的下方。那我要比对它跟饼到底有没有位置有没有合上，所以我在这里我选择了不透明度。调低，这样我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看到它的位置 ，O 不 OK？ 好，那我这边设定的是圆形的蒙版，我在前面设定蒙版是全开的，那我到后面这一个的时候呢，我的蒙版是缩回来的，有没有？我这里蒙版是缩回来的，好，这样它就产生一个画面缩回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OK。那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它的蒙版会这样作用了，我再把这个比对的这个片段，我们把它删除，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这个已经比对好的这个图片、影片的部分。好，那最后打上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OK， 那这个就是整个影片制作的一些细节的部分，那还有大致上怎么去做一个操作。那我这边大量的用到叠化转场，没有，都是叠化转场。那他们的描述因应这个音乐节奏的关系，所以它的描述设定是不一样的。好，因为我要让这个画面跟音乐是能够搭在一起的。那最后收尾的部分的音乐，希望找到的音乐是到后面它是有一个比较起伏的一个音乐，可是我找不到，所以我只好在后面这里我把它用音量变大的一个方式，好，我用切割，然后下来第2段，然后把它的音量稍微调大。那最后2个一起结尾的地方，我是把它做一个快速的一个 ending 的一个动作，好，让人产生一个若有所思，好像感觉什么东西失去了，好，这样突然有一个断点，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制作。OK， 那这个就是整个影片制作的一个部分。好。所以透过以上的说明呢，你除了拿来做所谓的企业、公司行号，或是可能是店家、店面的这种形象的一个包装，你可以拿来用之外，其实它还可以有很多的用途哦。只是说在每个地方的用途，它的说法可能就不一样。比方说，你可以拿来记录，搞不好是小朋友的成长，那小朋友怎么走出第一步？哦，你试着去思考一下那个画面，当它变成慢动作，当它搭上一个不一样的音乐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今天是一个毕业典礼，你在做这样的一个记录，那当它配上不一样的音乐，加上慢动作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今天是婚礼的一个记录，或是这个一个喜庆的一个场合，配上不同的音乐，搭上慢动作，
你去思考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组合。OK， 所以这些东西它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生活记录的影片。我可能取很多的镜头，取很多精彩的画面，然后把它们组接在一起。那利用搭配上音乐，然后加上这种慢动作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旁白，瞬间你的影片就高大上了，是不是很有趣？只要掌握几个元素，整个影片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再重复一次，第一个是音乐，第二个是速度，第三个是卡点，第四个是衔接点，第五个是它能够引起谁的共鸣。这个共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都会讲说一部影片啊，它能够引起比较大的一个回响，就是它有一些小细节是触动了别人的经验值，这部影片它会更让人感动。那什么是触动别人的经验值，然后产生共鸣？那这个要靠你的生活经验。好，你在生活经验当中是不是有累积到，或是有观察到一些小事物？那当你把这些小事物呈现出来的时候，人家很快就会有一个共鸣度。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结婚这件事情，结婚记录的这个影片，如果你今天加入的那个内容跟细节是，搞不好是这个男方是多么的辛苦去追到女方，那这个历程可能它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方说，可能小朋友在学，就刚出生的小宝宝，小朋友在学走路，那历经了多少的失败，最后终于站起来了。好，这个叫细节。当你把这个细节描绘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让人产生一个共鸣点。那这个共鸣点出来的时候，你的影片的渲染力会更强。OK， 好，以上我们就是把这个形象影片，或是像这一种类型的这种影片的制作方式，完整的介绍给大家，慢慢看吧。